本王今日要宣布一件大事。本王考核过2位王子，并经连日来慎重考虑，决定立王子正为太子。父王且慢。程角，孤王知道你未被立为太子，未免有点失望。不过，以才论先后，你的确不如正儿。父王，孩儿并非为了自己名誉利益而反对此事，乃是为了嬴姓王族的声誉。民间一直流传，说王兄嬴政并非父王所出，而是一名大商贾的私生子，简直一派胡言呢！父王，歌谣流传广泛，如果事出无因，又岂会唱得皆知巷闻？为了王室的声誉，恳请父王验明王子正是否父王的亲生儿，再行定夺。血缘之事，如何验明啊？大王，自古民间流传滴血验亲之法，只要把大王的宝血以及王子正的宝血滴出，2种宝血能够相融为一体，则表示彼此之间有亲生的血缘；反之则否。简直荒唐！滴血验亲只不过是民间传说，从来没有人见过。你做不成太子就造谣生事，我问你居心何在？我看你根本就是野种！你竟敢对太子如此无礼！呸！他连王子的身份都未确定，何来太子啊？杨全军，你太过分了！蒙骜，难道你想在庭上动武？你敢吗你？众亲家，在朝上喧闹，成何体统？王老将军，你最中肯，你意下如何？大王，既然自古流传滴血验亲之法，大王何妨一试，以正视听？本王需要慎重考虑，立太子之事，容后再议。为何要把奴家送给异人？有道是斯罗托乔木，异人极可能成为秦国太子。如果你跟着他，将来也可以荣华富贵。奴家不要什么荣华富贵，奴家只想和吕大爷在一起。奴家不想离开你，况且奴家已经有了你的骨肉。当真？奴家正想跟你说，谁知道你要把奴家送给异人。如此更妙，你就将计就计。他日你一旦成为异人的夫人，你就把我们的亲生骨肉当作是他的。岂能如此？你不顾念骨肉之情。正因为我顾念骨肉之情，更指望你跟我的亲生骨肉将来得享尊贵。夫人，王子正求见。快请。
外人又借口诋毁我们母子。原来整件事是这样。所以正儿，你根本不需要害怕滴血验亲，你的的确确是大王的亲生儿子。我看大王跟成角王子的父子关系，大家应该没有什么异议吧？这个当然了。既然没有异议，就先请大王和成角王子先滴血验亲。要是他们两个的血能够融在一起的话，也就是说滴血验亲是可靠。父王，向太傅所言甚是，孩儿跟父王可以先来个示范。好。大家看到了，他们两个人的血能够融在一起，因为他们两个人是父子，所以不排斥。好了，现在应该轮到王子正和大王。毫无关系，可以终止谣言了。正儿，娘，你还好吗？没事，只是刚才太紧张了。你先行退下。奴才遵命。今日总算叫成角、杨全军他们没话说了。事情总算告一段落，如今不知道如何跟吕不韦解释。哼！原来这个孽种根本就不是我的，你一直在瞒骗我，今日就是你们的死期！住手！滴血验亲只是一场戏，你千万别杀他。一丘之貉，你到底耍什么把戏？我没耍什么把戏，我告诉你。就算大王跟他没有任何血缘关系，我同样可以把他们的血融在一起。你们看到，你们两人的血可以融在一起。为何刚才在殿上不能相混相融呢？答案就在这根竹子上。何以如此？因为我在这根竹子上面加了醋酸粉，当血液遇到醋酸粉就会凝固，所以根本就没有办法混合在一起。不信的话，可以闻闻。果然有醋的酸味，
所以刚才在大殿上滴血验亲这件事，你根本不需理会。如果你真的想知道正儿是不是你儿子的话，我看你最好问问夫人。丞相，向太傅也是为了平息谣言，才会帮我们母子想出这个办法。不为，正儿的确是你我的孩儿，你应该记得，在我跟大王之前，我跟你说过，我有了你的骨肉，我做娘的，孩儿属于何人，又岂会不清楚呢？如此一来，向太傅岂不是知道我跟正儿的关系？你干什么？正儿，事关重大，万一此事泄露出去，我们一家3口必遭灭顶之祸，所以这件事绝不能让外人知道。师傅并非外人，你不能杀他。正儿，你敢违抗爹？哎，如果李丞相要恩将仇报的话，我也没办法。不过我看你不会不记得，正儿是我救回来的，而我又是正儿的师傅，我怎么教他你也看见了。如果我要出卖你的话，用不着等今日。不为，向太傅是可信赖之人，他一直很维护正儿。在朝中，可以扶助我们母子的，只有你跟他。好，我不杀他。不过向太傅，滴血验亲这个把戏是你策划出来的，若是你揭破这个秘密，你小心人头落地。李丞相，你放心，相信你也知道，我跟你一样都很爱护正儿。这件事我一定不会说出去。哼，那最好。